好了，小朋友，没事了。你的球，以后过马路要小心点，知道吗？知道啦。去吧。啥情况这？老板，来份炒饭，打包带走。马上出锅啊！嗯。天哪，这不是全国美食协会会长楚建楚会长吗？是啊，他怎么在这儿？你这招牌倒是名副其实啊，那就麻烦老板帮我上一碗厨神炒饭吧。听说楚会长对食物极为挑剔，无论何种美食，他最多只尝3口，因此在圈内享有“楚3口”的美誉。普通餐馆的菜品若能得他所长，1口扬名，2口富贵，3口传世啊！这样的大人物为什么会来吃路边摊呢？是啊，你的炒饭好了。好，谢谢啊。吃完赶紧走，别耽误我做生意。我没看错吧？他居然把一整碗炒饭全吃完了。还是一如既往的美味啊！他究竟是谁呀？行了，这饭也吃完了。楚会长事务繁忙，我就不耽误你了。等等，你可知道，最近国际美食联盟的人四处踢馆比试厨艺，已有不少餐厅被他们打败，关门闭店了。若是坐视不管，大夏美食界危矣。你的厨神斩刀，我今天带来了。我想请您这位昔日的厨神出山，给那些外国人一个教训。争强斗狠的事，我没兴趣。当年你凭借一身厨艺横扫国际美食大赛，获封厨神，却在风头正盛时悄然隐退，踪迹全无。大赛的主评委 Lucy 为了再吃一口你做的菜，找遍了大半个世界。她又怎会想到，你成了如今这副落魄的模样？都是些过眼云烟了。如今的我呀，就想守着我儿子过几天安生日子。楚会长真的想和那些外国人斗，另请高明吧。你罢了，你要是回心转意，随时联系我。老高，你儿子餐厅来了一群外国人闹事，你快回来看看吧。打架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在猪圈里还能吃下饭？你们大夏人都是猪吗？啊！哪儿来的外国人？竟然敢在我们餐厅闹事！餐厅？呵呵，在我的国家，绝不会对桌子上摆满垃圾的地方叫做餐厅。你到底是什么人？哼，
个大师，国际美食联盟的主席，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对此不敬！道格大师，你就是那个厨艺以真化境，离厨神只有一步之遥的米国名厨。知道我的名头，你小子有点见识。道格大师身为米国名厨，为何要为难我们这种小餐厅呢？像你们这种做不出美食的餐厅，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我来之前，在大夏挑战了大大小小99家餐厅，无一败绩。你们呐，就是第100家。你们是来踢馆挑战？你要是不敢接受挑战，就直接认输，关门闭店，这也是一条不错的选择。反正呢，你们大夏猪都是一群没有胆子的蠢货。欺人太甚！真当我大夏无人吗？好，我跟你们告诉，不能比啊！连5星级餐厅都比输了，我们这种小馆子跟他们比，简直就是自找其辱啊！可是儿子别怕，跟他们比，不是，爸，你在这干什么？小云，放心，今天有爸在，就让这一群自以为是的外国人见识一下咱们大夏的实力。爸，你在胡说什么？你就是一个在路边卖炒饭的小摊老板，你有什么实力啊？不是，我还以为请来一个什么绝世高手，原来是路边卖炒饭的野厨子。炒饭怎么了？炒饭我也能做出美味来。儿子，今天我就给你露一手，让你知道当年我……行了，爸，我对你当年在哪儿摆摊卖炒饭一点兴趣都没有。算我求你了，别在这儿丢人行了。你不会真想认输了吧？不行，你爸我好歹也是厨神，你这个当儿子的，不能丢了咱们大夏人的骨气。好，您是厨神，您在路边开了一个厨神炒饭，你真把自己当厨神了？我真是厨神。各位，虽然我爸满嘴跑火车，但他有一句话说得对，我们大夏人不能丢了骨气。比就比，谁怕谁？说，你想比什么？厨艺比拼，自然是味道决定胜负。为此，我特意请来了国际上顶级的专业评委，她就是露西小姐。诸位，露西小姐是上一届厨神大赛的主评委，她的品味，我想在场的各位不会质疑吧？真的是他呀，被称为神之舌，接连登上各种美食杂志封面的评论家 Lucy。论美食品鉴，怕只有咱们国内的美食协会楚会长才能跟他一分高下。当年的孽缘，终究还是找上门来了。这场比试，我会指定5种食材作为题目，你们自由烹饪，先赢3局者为胜。你们输了，关门闭店，交出餐厅；我若输了，此生不再踏入厨房。你们放心，身为神之舌的我，一定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赶紧抓紧时间吧，你们这群废物，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准备食材，别让这些外国人小瞧了我们。小野君，嗨，通知阿肯准备食材，咱们跟这群大夏猪好好玩玩。嗨，那个人的背影为什么这么眼熟？道格大师，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一个街边卖炒饭的臭厨子。怎么，露西小姐，你认识他？街边炒饭的，难道是我认错人了？嗨，我乃我国美食仙人小野三郎，你们谁来和我比？
张师傅，帝王蟹你最拿手。这场比赛，拜托你。高总放心，蒜蓉蟹腿一直是咱们的招牌菜，真要比试，不见得会输。加油！他为什么还不懂？等，他在等一个最佳时机。看来这倭国厨艺最强之人，果然赢了3分。分析的一本正经，搞得像你一个炒饭的能看懂似的。你在别人面前装就算了，你在自己儿子面前装什么？哎，那时机到了。这刀工确实精湛，但这不就是最普通的盐焗蟹腿吗？做法还没有张师傅的做法复杂。看来这第1场是我们输了。这菜品都还没完成，你说什么丧气话呢？凭什么断定输赢？传统蒸蟹手法，为了激发食材的味道，会以猛火上气水蒸，再以酱汁弥补甜润，却终究让蟹肉少了份鲜灵，落入下乘呀。爸，你平常炒饭的时候，你见过这些高端食材吗？人家张师傅在咱们店是备受欢迎的做蟹高手，人家蒸过的蟹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你好意思点评人家？我不就是北极帝王蟹吗？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儿当年你爹我是……行，马上出菜了，要吹牛我回去陪你慢慢吹行吗？时间到。这味道，不愧是美食仙人。小小的一块细腿中，竟藏着一片大海。这有什么垃圾？连一口都吃不下，张师傅做的有这么难吃吗？他好歹也是享誉全球的神之舌，要求自然会高一点。为什么？我究竟是哪里做的不好啊？传统蒸蟹手法，为了激发食材味道。传统蒸蟹手法，为了激发食材的味道，采用猛火上气水蒸，再加以酱汁弥补甜润。和老爸说的一模一样。这回信你爸我了吧？却终究让蟹肉少了一份鲜灵，落入下乘。这样的菜品应付普通人就算了，端给我品尝，是想剐了我的舌头吗？好，即便我做的那道菜有瑕疵，但是我也不相信他这一道连汤汁都没有淋的蟹腿能好吃到哪里去。你一定是在说谎。太好吃了，怎么这么新鲜？因为刀。切蟹之前，他先以寒冰镇刀，又在刀刃达到极寒的瞬间起刀切蟹，以此来为蟹肉保鲜。哪怕盐焗过后，尝起来也与生鲜无异。原来如此。哎，不对，
爸，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我要连这些都不知道，还能称得上厨神吗？又来！爸，你什么时候能改你那爱吹牛的毛病？还没说，发福置身大海的感觉。怎么做到的？是盐，我用的是海盐。竟然还有这种方法！大师，求你了，再让我尝一口。张师傅，张师傅，怎么样？快送他去医院！快点！快！你们凭什么动手打人？就凭他端来一盘垃圾，还要跟我们比？你们大夏自诩美食博大精深，到后来却像条狗一样对着我们摇尾乞食，你们让人恶心。行了，胜负已分，第一局国际美食联盟获胜。第二场食材伊比利亚火腿，同样的规则，你们准备好就开始吧。这一场谁来和我比？我来，我就不信了，治不了这群外国人。我们大夏人就要用大夏自己的刀。Lucy 小姐定制的题目是火腿，你怎么端了盘鸡蛋上去了？连题目都能弄错，我看你美食仙人也不过如此吧。哼，火腿精肉切片，敷于8种山珍，熬制成汤，熬至鲜汤那一刻封入蛋中，让余温融入蛋壳中残存蛋液，方能成就这道菜品。请Lucy小姐品尝。靠蛋液彻底激活了火腿与山珍的风味，正所谓蛋中有汤，汤中有蛋，还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蒜香黄油煎制的法棍面包，搭配芝麻叶和火腿，正宗的西式做法，相信一定能满足您的口味。确实是正宗做法，只可惜你自作聪明，选用了味道最重的臀尖肉部分，导致了肉香与蒜香产生冲突，使这道菜品成了垃圾。你让他尝一口都做不到吗？垃圾，我做的才是垃圾，这怎么会？不仅你是垃圾，你们大夏美食界全是垃圾。这一局同样是国际美食联盟获胜。下一场食材天山雪鸽。你们一直连着输了2局，这决胜的第3局还有比下去的必要吗？要我说，你们现在下跪认输，并且承认大夏的美食都是垃圾，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比赛还没结束，你们别高兴太早。好，那么下一局哪个废物出来和我们比呀？啊？
我亲自和你比。小云，你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一场让爸来。爸，这都什么时候，你还在这胡闹？我不是他们对手，你个炒饭师傅就是了。不是，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告诉你啊，就他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你爸我随随便便露一手就能赢他们。相信爸。爸，你平时怎么任性我都由着你，但这场比赛关乎参天生死，不能由着你胡来。来人，把他压下去。我比赛没结束之前不准上前半步。哎，小云，干什么呀？爸要不上，这餐厅真的没了。开始吧。哎，被我抓到了吧？哎呀，让我看看。小云乖，以后像爸爸一样做个厨神，为国争光，好不好？爸，没想到这么早，你就开始吹牛了。不过我既然答应你要当厨神，我就绝对不会食言。儿子会用这双手向你证明我能守住自己的餐厅，能登上厨道巅峰。放开！小云，没事吧？小野三郎，你太卑鄙了！我举报他作弊。举报无效，我可没看到有任何的作弊行为。一个连刀都拿不稳的厨师，有什么资格谈要当厨神呢？我应道阁大师请求，品鉴大夏美食，为的只是能够再品尝当年那位神秘厨神的菜品。现在看来，这里的厨师都是废物，那位厨神也根本不在大夏。等比试结束，我自会离开这里，去下个国家寻找。你要是不能继续，就赶紧认输，别浪费我的时间。慢着，我还能比，大夏还没有输，把爸带下去。小云，小云，放开我，让我去帮忙，放开我！你在这只会影响我发挥。一个连刀都拿不稳的废物，还有什么实力可以发挥？乖乖的把餐厅交出来！小云，让我上！我在害怕，我亲手葬送自己的餐厅，把它交到外国人的魔掌中。不会的，不会的。小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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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这一切都结束了。你放心，有爸在，这场比赛离结束还早着呢。带小云下去。倭国人，你的对手换我了。是你？
我要找的人吗？野厨子就是野厨子，做个菜人灶台都快掀了。哈哈哈哈。当年的厨神只用一道菜就压服了所有对手，怎么可能这样胡闹？果然只是跟他长得像，是我多心了。不是，爸，你在找什么啊？这么重要的比赛，你能不能正经点，别耍宝了？哦，差点忘记了，你这是西餐厅啊，没有那个东西。那个，哎，你去我炒饭摊上把我藏在柜子里面最深处的那包东西给我拿过来。算了，就听我爸的，说不定真有什么高级食材。快！爸，天山雪蛤是顶级食材，跟你普通炒菜的食材是不一样的。你不切开烹饪，根本无法入味，这不是白白浪费顶级食材吗？大侠的山猪果然吃不了细糠。这食物还分个高低贵贱，做出来好吃不就行了吗？来，儿子，看好了，爸只教你一回。居然有这种烹饪手法，哗众取宠，搞得花里胡哨，不就是普通的烧烤吗？哼，雪蛤的美味在于它水润丝滑的肉质，而你一将前开，让它整个烧烤失去无法入味，毁掉了它的肉质，让它变成了一盘垃圾。好香的肉串，不用吃都知道很美味。爸，你不会想用这只整个和人家比吧？急什么？这道菜还差一个重要的材料，取东西的人也该回来了吧？你让人拿的什么食材啊？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食材能给天山雪蛤做配菜？东西我拿来了。来得好，泥巴，这就是你等的高级食材。没错，这个可是这道菜里面最重要的材料了。不错，是这个味道。啊，这么多人看着你不丢人呐？这有什么好丢人的？好好跟我学，傻儿子。你才傻！说谁傻呢？你把10万块钱1斤的雪蛤做成了路边10块钱1只的叫花鸡，你跟我说我傻？完了，我店这次真完了。哎，看，又急了。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行了，把2盘菜端上来吧。
浓郁的肉香不断地冲击着味蕾，仿佛把人带入万米高空中乘风飞扬。再搭配芥末的辛辣，在口腔中爆裂的割肉，既威猛又霸道。这道菜通过明火烧烤搭配顶级芥末，进一步提升割肉冲击力，不然怎么打动露西小姐的神之舌？小野大师为了征服我的舌头，他是费了不少功夫啊。露西小姐，哪里的话？取悦食客是厨师的天职，不像某些大下厨，只会浪费食材，毫无职业道德。厨师的天职从来都不是奴颜屈膝的取悦什么人，而是做出美食，征服哪怕最挑剔的食客的舌头。你就想用这种用泥巴做的不入流的食物征服我的舌头？开什么玩笑！我可是尝遍了全世界的美食，怎么会吃你这种垃圾？我看这场比赛到此结束吧。等等，我们比的是菜品的味道，不品尝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点就连拥有神之舌的你也不例外。你哪怕尝一口再判我输，我也心服口服。想要我吃这盘垃圾，做梦！我不会让你有机会玷污我这个舌头。你想干什么？你别过来！让开！先吃下去再说吧。他干什么？人家可是世界级评委。完了！我们店彻底在美食界没有立足之地。厨师长！怎么样？美味吗？怎么这么好吃？你是怎么做到的？是漏勺上的孔洞分隔火焰，相当于数十个微型灶台，在炙烤割肉的同时，还能够让烤肉赋予无与伦比的层次感，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哎，厨师长，你快看，评委吃的挺香的。这怎么可能？区一只叫花哥，他居然吃得这么美味。身为美食家，在这么多人面前被如此低级的食物征服，简直太羞耻了。可我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他居然把一整盘吃光了！我老爸，一个路边炒盒饭的，居然能做出征服神之舌的美食。看来这场咱们赢面很大。露西小姐，我希望您在投票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如果让美食界的人知道你对大夏猪用泥巴做的这种低端的街头小吃给出了好评，恐怕会有损你神之舌的声誉。我明白了，我会给出最公正的裁判。小 Lucy， 我要走了，这枚徽章就当做给你的纪念吧。离开？为什么要离开？只有留在西方，有我们这些真正懂美食的人品尝，才能发挥你厨艺最大的价值。你错了，厨艺最大的价值是创造所有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希望我们在见面时，你能找到自己品鉴美食的初心。初心？我的初心到底是什么？这一局大夏方获胜。露西小姐，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真不怕自己名声扫地吗？我成为美食家的初心，只是想为真正的美食喝彩，哪怕名声扫地，我也要投出最公正的一票。赢了，我们赢了！耶！那当然，你爸我可是厨神，怎么可能会输呢？你是厨神？不可能！当年那位厨神待人温柔体贴，哪像你粗鲁无礼。别以为你做了一道好菜，一个路边炒盒饭的就能够口出狂言，冒充我的偶像。人总是会变的哦，信不信？有你。能做出这样的美味，难道他真是当年的那位蒙面厨神？红头弟子明马赛，大哥大师，是我无能，输了比赛。废物，连大下注都赢不了，养你何用？去死吧！阿肯，你上。我叫阿肯古里亚赫比，是你们接下来的对手。白相国的咖喱天王，传言他的水平是全世界第一。看来又是一场苦战了。接下来公布第4场的题目。第4场的食材居然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苹果。这是西欧实验室研发的最新品种钻石苹果，它的果肉品质超过普通苹果的100倍，它的果皮就跟钻石一样坚硬。这一场不仅比试厨艺，更是考验你们面对未知食材的临场反应能力。唯有想办法破开这果皮，才能顺利完成菜品。这个苹果看着平平无奇，真有这么邪门吗？这么硬？刀。啊！连刀都劈不开，这还怎么做菜啊？你要真是厨神，只要拿出那件东西，再硬的食材也不是问题。但是你拿得出吗？爸，我来帮你。我就不信我还拿不下一个小小的苹果。来，小心。我操！怎么样？不行，不行，用蛮力根本砸不开它。来人，把咱们店的角磨机拿过来。开机。没关系，爸来想办法。你们大下猪可真够蠢的，只会白白浪费力气。没有硬度超过钻石的刀具，根本不可能切开这个苹果。有时间在这冷嘲热讽，不如想想办法如何切开这果皮，不然等时间耗尽了，咱们顶多也只是平局。就是，你以为我会和你们大下猪一样无能吗？区钻石苹果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小野君，把东西拿上来。嗨。此乃我国国宝草雉剑，传说中它击杀了8岐大蛇。想不到他连这把刀都带过来了。这是我们美食联盟的底蕴，岂是你们大下猪可比？此番比斗，你们输定了。
呀！吹这么厉害，还以为有多厉害呢？一刀下去，什么事儿也没有，还嘲笑我们，这不是也是？开了，真的开了！啊嘿嘿，看到没有？这就是美式联盟的底蕴。你们拿什么跟我们比？完了！我原本以为大家都切不开，至少是个平局，这下全完了。爸，你还有办法吗？我这就是高天远儿子的餐馆吧？希望赶得上。这个怎么放弃了？果然是个冒牌货。你不是说你是厨神吗？怎么不用那把厨神斩刀切开这苹果啊？我的刀早就卖了换钱了。卖了，那可是全球唯一的厨神斩刀，专门为厨神打造的宾利神器，多少钱都买不到，怎么会舍得卖掉呢？就算是撒谎，也要有个度吧。因为我还有比刀更重要的东西要守护。爸，你今天什么也守护不了，你这个废物！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一个卖炒饭的也胆敢冒充厨神，真是胆大包天！我看这家店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爸，没事了，店没了，咱们可以从头再来。能赢一局已经很不错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您在我心中就是真正的厨神。这股气息，这是神刀认主。老伙计，好久不见了。厨神斩刀，真是厨神斩刀！你真的是厨神？怎么了？现在肯信了？看来在 Lucy 小姐眼里，她才是真正的厨神吧？你就是当年神秘消失的蒙面厨神。你没吹牛啊？真是厨神啊！爸什么时候骗过你？楚会长，麻烦你亲自送刀来。我听说倭国有人找你儿子麻烦，想到你可能会用到这把刀，我就立刻送来了。怎么样？我没来晚吧？不晚，来的正是时候。炒了这么多年饭，刀工倒是一点也没有退步。这就是厨神斩刀吗？角磨机都切不动半分的，居然在他的手里像普通苹果一样。
这道菜是我们大夏的特色美食——拔丝苹果。吃之前记得蘸一下白水，硬化糖丝。苹果竟然还有这种做法！甜润的外壳搭配着酸甜的果实，煎鱼爽脆的搭配，让人欲罢不能，回味无穷。厨师长，你看，神之蛇快要把我们的菜吃完了。你也不看那是谁？那是我爸厨神，征服一个小小的神之蛇，那还不是手到擒来？我承认，你做的菜依旧美味，味道不减当年。但也正因如此，你自甘堕落，荒废一生厨艺去街边摆摊的行为，才让我更生气。去街边摆摊儿，让更多人吃到美味，不也挺好的吗？如果我不回去摆摊儿，恐怕今天也尝不到这么好吃的拔丝苹果。为什么？我们当初约定好在美食道路上各自成长，你为什么会变成这副鬼样子？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放弃了什么？你本该站在这个聚光灯下，成为世人膜拜的厨艺之神，而不是站在街边角落某个平平无奇的炒饭师傅。人各有志，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我自己选的。这些年我的确失去了很多，但同时我也收获了更多。比赛尚未结束，Lucy 小姐还是继续品鉴吧。阿肯先生的苹果咖喱虽然美味，但是跟拔丝苹果相比，还是少了几分层次感。第4场，大象方获胜。这人是有什么毛病吗？指定是有点。输了比赛这么开心？你小子懂什么？我道哥从小学习厨艺，一路走来，成为国际美食的主席。我一只脚已经踏入厨神境界。此番我周游大夏，带人踢馆斗技，就是为了迈出这最后一步，正道封神。而你连胜他们2局，确实有些实力，不过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炒了10几年盒饭的废物。这2道菜应该就是你的极限了。各位，这最后1局，我会亲自出马，我会拿出我全部的实力，用我最擅长的分子料理，击败你，成为万众瞩目的新一届厨神。露西小姐，可以公布下一场的食材了。露西小姐，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我规定食材前已经仔细考虑过，这场比赛要是进入第5局，说明对方的厨艺不在道格大师之下。面对这样的高手，规定食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决定30分钟之内，你们任选食物，做1道食材，由我品鉴判定胜负。就这么简单？补充1条，由于道格大师客场作战，为了公平起见，道格大师可以使唤另一方，也就是你们，禁止使用1道食材。你这是哪门子公平？那他要是禁止我们用盐，我们还做不做菜了？规矩就是规矩，你们要是不服气，直接认输就好。你没事的，小鱼，不管缺了什么，我们照样能赢。行了，说吧，你们想进什么？原本指定食材，你还有一点胜算，但如果加上这条规矩，我只要禁掉那种食材，你就必败无疑。他们要禁止用油，你们米国人连食用油都不放过了？没错，通过前2场比试，我发现了他的最大弱点。
弱点？我怎么不知道我有什么弱点啊？通过前2场比赛，他的2个菜品分别是黄泥烤蛤和巴斯苹果。这2道菜不管是烤是炒，都离不开油。这样的选择和你长期摆摊卖炒饭有关，这就是你最大的弱点。你炒菜的功夫确实没有退步，连这一点我都自愧不如。但现在禁止拥有，你无法炒菜，拿什么给我斗？谁告诉你我只会炒菜的？小约，去把咱们餐厅厨房的食材拿出来，我要做一道八珍汤，让这些坐井观天的外国人见识一下我们大夏人真正的厨艺。好，去后厨把所有食材都搬过来。你们也下去弄些食材过来。楚会长，您和我爸认识时间早，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才会从举世闻名的厨神变成如今一个在街边摆摊的小贩呢？你爸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你。因为我？您是说，因为我爸才会变成在路边卖炒饭的老板？准确的来说，是因为你和你的母亲，当年她刚当上厨神后不久，你妈就得了重病。有一天，她突然拿着厨神斩刀找到我，我问她为什么要卖掉那把刀，怎么说，那也是独属于她一个人的荣誉啊。我爸怎么说？他说我老婆的病急等着用钱，你也还小，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很多，个人的荣誉再重要，也没有一个家庭的幸福重要啊。我就花钱买了刀，只可惜你妈还是没有挺过去，你爸就一个人把你拉扯长大，成为了你现在看到的炒饭摊的小老板。我居然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爸这些年这么辛苦。要是没有我，他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过得好的很多。不，我倒觉得正是因为有你，他才能度过那段最难熬的日子。想不到他还有一段这样的过往，看来是我错怪他了。等这场比赛结束，我就带我爸去环游世界，好好享受生活。只怕到时候输掉比赛的你们，只配做一只过街老鼠，苟延残喘。你这老小子不好好做菜，在这说什么呢？你以为我像你们大夏猪一样磨叽？我的菜早就做好了，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这么快？好浓郁的鹅肝香气啊！看来道格大师的厨艺比之前更进一步了。我已经等不及想要品尝了。先做完又怎么样？我们比的是味道，又不是比速度。我爸做的菜肯定比你做的那破樱桃好吃。我说过，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什么意思啊？爸，你没事吧？爸，你没事吧？我没事。是你做的手脚？没错，是我。那又如何？我打败了他，我就是下一任厨神。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不介意用些手段。要怪就怪你们太蠢了，这种伎俩都发现不了。你这个卑鄙小人，就算当了厨神，也会受世人唾弃。道格大师，你身为国际大使，怎么能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露西小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问你，按照我们约定的合同，比赛时如果一方不能拿出菜品，该如何判断胜负呢？应该直接宣布另一方获胜。
对，这就对了，乖乖的配合，对大家都有好处。厨神的称号怎么能够戴在大夏猪的头上？过了今日，我道格就是实至名归的厨神。对不起，我签了合同，我也没有办法。你这个假厨神，滚回你的路边摊吧！我道格才是真正的厨神。我想问一下你，你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你装什么装？胜负已分，多西小姐，赶快宣布结果吧。我们还没输。你的手都伤成这个样子，还能握刀做菜吗？这刀，我替我爸握。就算你能握刀做菜，也没有时间了。据我的观察，那锅汤已经耗费了你们全部的食材。现在要是重新来做，根本就来不及了。爸怎么办？他说的对，现在只剩一些厨房的蔬菜边角料，根本没法做成一道菜啊。小云，放心，食材的话，爸手里还有。店里都没了，你哪来的食材啊？你忘记了，爸的炒饭摊还在外面呢，里面还有一些没用完的食材。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快，赶紧搬食材！爸，我跟着去。大夏猪的垂死挣扎罢了，路边的低端食材能做出什么好菜来？打败你绰绰有余。爸，东西都在这儿了。不过，这真的能做一道菜吗？这些就够了。时间不多，我们开始吧。哎，爸，咱做什么菜啊？当然是你爸我拿手的厨神炒饭。炒饭？你们被禁止用油，没了油，拿什么炒饭啊？不用这个，我们照样能赢。小云，切肉。好。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退缩了。爸，肉切好了，接着。啊，这是猪油。你们只说不能用食用油，又没有说不能用猪油。苏西小姐，这样不算违规吧？不算，当然不算，你随意发挥就行了。啊？怎么啊？还有这个办法啊？我们大夏美食博大精深，你们外国人要学的还多着。我都知道，这点小麻烦你呢？出锅，妈，我来。时间刚好，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不过我想，你们父子俩同心协力，用心烹饪出来的菜品，应该不会太差。哼，什么厨神炒饭，不就是一碗蛋炒饭吗？况且还是他一只手做出来的，我就不相信能有多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要是这辈子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炒饭怎么办？奇怪，为什么会流眼泪呢？是洋葱，我加了洋葱。
不怪爸爸不好，没有照顾好你妈妈。爸，没事，还有我。走，吃饭去，我给你做了厨神炒菜。厨神炒菜，真情加入到食材，这世间最好的味道莫过于此。我宣布，最后一局，大下方获胜。这场比赛到此结束。露西小姐，你开什么玩笑？我做的菜你一口没吃，你凭什么判他们获胜？他们父子做出来的炒饭所蕴含的真挚情感，绝不是你这卑鄙小人做出来的菜可以相比的。我就算不尝也能知道。闭嘴！我做的分子料理怎么可能比不上一碗普普通通的大炒饭？是你，一定是你，看到他们父子俩可怜，所以判我输的，对不对？好，我要把这件事传扬出去，我要让你的神之舌名声扫地！怎么会这么好吃？为什么这么好吃？想学吗？我教你啊。怎么样？现在知道自己输在哪了吗？根据赌约，从今往后你不得再迈入厨房一步。不会的，我不会输，我不能输。我是国际美食联盟的主席，我绝对不能输！我要宰了他，宰了他，我就是世界的厨神！呀！小心！啊！不要！你们米国人就是一群输不起的捞货！道哥，你胆大包天，敢在我们大夏的领土上公然伤人！来人，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交给有司处理。你们干什么？哎，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是国际美联体的主席，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也不玩了。你说小云这小子啊，放着好好的餐厅主厨不当，非要来抢着干我这炒饭小摊儿，搞得我现在都没事儿干了都。就是。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出去转转吧，去看看看看美景，尝尝美食。那你带上我呗。啊。这一次别想丢下我了。对，好，一起行不行？